国内的直播卖房啊是越来越火了，但是因为这砍价幅度太大，这心理承受差的房主啊还真受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4号，开始我们今天的5件要闻。第一件事儿，据每日新闻电讯报道，国内现在卖房子，你在房子等着人啊，几乎不可能。他举了一个案例，有一位南京的周先生，他有个100平米的房子，2月份的时候挂牌多少钱呢？是218万，基本上没人来看。现在他已经降到了165万，也就是5个月过去了，53万直接降下去，但依然没人来看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走最后一波了。那不是说要抵押给银行，而是说通过一些网红，把这房子卖了。因为在国内啊，只要你这房子进了直播间，那都是砍价，那都是一定要把房卖掉才会采取这种方式。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新疆的哈，除了南京啊，新疆也采取这种方式。我们看一个盘。在新疆喀什有一个叫江南威尼斯，这个江是新疆的江。这个项目呢，它有个联排别墅，面积是231平方米，底价是180万。现在有网友砍多少？直接出价120万，爱卖不卖，不卖的话，那当场就走人。那我们就可见国内卖房子确实是不容易。除了这卖房子不容易，那另外的这个房产经纪啊，它也在卷。因为房产经纪啊，很多时候它是没有底薪的，它是和什么如家呀、什么这些挂靠的。但他怎么办呢？只能卷自己，就是原来的佣金在2%左右，现在他直接报价0.5%，也就是100万的房子，他就收5000块钱。但你再和平台一分，你分完了不就2-3千块钱了吗？但这个也不容易。我们来分析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啊，能找直播间网红卖房的，那都是急缺钱的，赶紧要变现，等不了了。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，国内现在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涨。像我们复旦的招牌专业是金融，金融业也依然有人失业。我们旁边的同济呀很厉害，他呢在国内的土木工程系啊，能和清华差不多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。但是最近啊，有人反映有1/3的同学现在处在待业阶段，美其名曰呢是被公司给优化了，实际上就是裁了。你看，连统计、土木工程都裁，你其他行业、其他专业就更难说了。那我们讲，那他为啥要急于变现啊？是因为原来很多中产阶级，他住了一套房之外呢，为了家庭理财，他只需要付一小点首付，每月还个几千块钱呢，他就可以持有第二套房子或者更多的房子。那有这个房子，这不就是一个存钱罐吗？还指望他来养老呢？至少每天他每年能够增值，前几十年一直是这样的。但他没想到，这在几年时间，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？你卖房降个30-50万很正常，低于成本价已经相当正常了。不考虑赚多少钱，而是如何把自己的本金拿回来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说第二件事哈，国内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多的人容易有2个方向发展，一个呢叫沙发、彩电、冰箱，给你堆设备；第二个卖点就是说我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有多么厉害。那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看报道。国内媒体有个叫懂车帝，他在7月24号发布了国内36款车他们的报告啊。这个报告我详细的就不跟你讲了，只给你讲结论。全军覆没，没有任何一辆车通过所有的测试。当然了，你在矬子里拔将军，表现最好的是特斯拉的 X 和特斯拉的 Model Y。那有人就问了，国内不是有遥遥领先的华为什么智界吗？还有一些什么比亚迪的车，这些车排名啊普遍都比较靠后，第一、第二的仍然是特斯拉啊。还有什么这个长城的蓝山还不错，后边我就不给你念了，没有什么意义，都差不多啊。那在这儿呢，就提醒一下在国内的朋友们，
买车子你首先要考虑它那么实用性和安全性。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你到哪自己家不就有吗？是吧？在这儿呢也揭穿一个谎言，国内很多企业技术上它并不先进，30-50万的车子它技术上没有先进性，但是呢它把大量的钱投在了广告上了。那第二件事也很让人这个唏嘘哈，比亚迪的车子差点出事儿。有一位网约车司机7月24号在天府机场接活的时候，发现这车刹不住了，怎么刹停不住，没办法，那只能是不停的围着这个机场绕圈儿。然后呢，他就联系比亚迪工厂，比亚迪工厂在后台给他刹停了。这件事他爆出来以后啊，他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个舆论的漩涡，因为当地警方最后呢发了一个声明，说是这位网约车司机啊等活的时候急躁，所以说他呢在围绕着这个机场是泄愤，跟车呢没关系。但是啊，有机械工程师就指出来，通过录像显示，它是匀速在行驶，即使是过急弯的时候，它也没有减速，这点就不符合人性了。假设警方讲的是对的，你是为了泄愤，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烦躁，你拐弯的时候你不能搞自杀吧，你得惜命吧，但他没刹车。至于说真相是什么，每个观众您自己去评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讲第三件事，这个川普啊，本来今天想给这个整个活儿，想把这个美联储主席给装进去，但最终的结果啊，他把自己装进去了。那个视频我看了 ，NBC 新闻头版，这川普啊，他提前做了一个小文件放在兜里，本来呢是在全球的摄影机面前啊，给这个鲍威尔出个丑。这3个人在那停下来，突然他从怀里掏出这张纸，交给了这个鲍威尔，拿手指着说：“你看，数据显示你超标了。”那鲍威尔接过来一看，拿老花镜看了一眼，不对，说总统，你这个数啊是错的，因为其中有一栋大楼的钱呢，那是在5年前就已经花完了，而且那栋楼呢已经建完了，不是这栋楼，你把数据搞错了。这川普明显觉得很丢面子，但那时候他也不好发作啊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我想啊，川普回到白宫一定得把这提供数据的人给他薅起来。你这数据咋整的？你们搞不清楚啥时候花费吗？让我川普总统在全球的摄影机面前啊，把自己栽进去了。第四件事呢，我们说一下俄罗斯有架飞机失事，这个100%是安全失误。但是呢，有21个乘客啊是幸免于难。我们来看一下，7月24日，俄罗斯一架载有49人的安24客机坠毁前几小时的机舱内画面曝光了。这是谁拍的呀？是一位乘客，他就是21个幸存者之一，他叫安吉丽娜。他说看起来这个飞机就比较旧，很多乘客一上来以后呢就嘀咕。但是呢，它属于经停下飞机的，就这飞机啊还在飞支线呢，到一个城市下来21个人，然后又有新的人上去了，再飞走了。但是下飞机的时候，他拍的视频就发现这飞机有地方已经开始冒烟了，冒烟的地方就在行李箱那儿。他下来啊，上去的人啊，包括没下飞机的人就没了。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叫腾达。在腾达机场首次降落失败后，第2次复飞，复飞以后绕行的过程中直接就坠毁了，说明什么？飞机啊还是一个质量问题，保养不力的问题。原因也很简单嘛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禁运，你飞机零部件它自己生产不了，那你就只能重复利用，出了问题啊也不能怪别人吧。第5件事，我们讲一下最新的一个冲突，也是今天刚刚发生的。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说：“大卫，你怎么感觉他俩谁能赢？这个不能赢，没法可判断，军事实力差距太大。泰国对柬埔寨的军事实力是碾压级的，这个没有什么悬念。首先呢，因为很多人他以为柬埔寨拥有了中方进口的军事设备，
他就能打赢。这个点你错了。这次他的目标啊，不是印度的阵风战斗机，他这次的目标是美国的 F-16。泰国的 F-16呢有18架是最新的版本啊，当然也有一些 AB 老的旧的版本啊，但这个就已经足够了。因为柬埔寨这个国家呢，长期依赖于中国的这个援助，它的防空导弹是中国的红旗9啊，它也有一些呢是反无人机的武器。一开始啊，是他打掉了一个泰国的无人机，他感觉中国武器很牛很厉害，但是泰国损失了无人机以后啊，他就开始拿出自己的王牌了，直接上了4架 F-16开始轰炸。轰炸的过程中是现场直播，那个像素很清晰啊，我看了一下，所以说泰国呢消灭了一些柬埔寨的指挥部，有几个还是这个营级的，或者是那个师级的指挥部。所以说啊，中国的武器，你除了在国内吹之外，你还是要到国际上去亮亮相，看你的对手是谁。这说上次巴基斯坦能够击落印度的5架飞机，有人说是4架，有人说5架，至少说川普说5架啊。那原因啊是中国的对手当时是阵风战斗机，而且巴基斯坦它只是一个摁按钮的，真正提供决定性资源的是中国的卫星，也就是讲，中国卫星已经提前在扫描你印度的机场，你这飞机一起飞，我就同时把这消息传给了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歼10战斗机和中国的那个霹雳15的导弹，这都是奸货，包括预警机啊，这实际上是打的一个组合拳。而这次印度实际上是输在这个它武器太差了，也没有预警机起飞，也有大意的成分。但是呢，这种战果很难在柬埔寨进行复制，毕竟柬埔寨在飞机层面没有能够碾压 F-16的。大家赞同这个观点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探讨。再见。